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第9集《美丽的小花园》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上期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进了树上的小门，小门里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爱丽丝去哪里玩了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猜到了吗？我来告诉你吧。今天我给小朋友们讲的是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的第9部分，美丽的小花园。哦，爱丽丝终于去小花园玩了。在小花园里，她又会遇到哪些奇怪的人和事儿呢？小朋友们，快来听听吧。穿过大树上的小门，爱丽丝发现自己又来到那间长长的大厅里，那张小小的玻璃桌子还摆在那里。这次我可不能再错过了。她赶紧拿起桌上小小的花园门钥匙，打开了那扇通往小花园的门。然后爱丽丝又咬了口蘑菇，让自己变小到1英尺左右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去小花园里玩了。爱丽丝沿着那条小小的过道走去，一直走到那座美丽的花园里。花园里到处是漂亮的花朵，还有清凉的喷泉呢。花园门口长着一棵大的玫瑰，上面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。这里有3个花匠正在忙着把这些白色的花染成红色。他们怎么给花涂油漆呢？爱丽丝觉得奇怪极了，于是走过去探个究竟。一个花匠有点生气地说：“老五，小心点儿，你把油漆溅了我一身。”老五瞪了他一眼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不是我不小心，是老七撞了我的胳膊。”老七抬起头来说：“老五，你总是这样，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。”老五更生气了，他说道：“少啰嗦点吧，昨天我还听王后说要砍你的头了。”刚才第一个说话的人问：“是吗？为什么？”老七说：“这根本不是你的错，老二。”“不，就是他的错。”老五急忙解释道：“就是因为他把郁金香的根当成了洋葱头，交给了厨师。”老七把手上的刷子往地上一扔，说道：“这太不公平了。”一转身，他发现爱丽丝正好奇地看着他们，他马上不说话了。另外2个花匠也转过头来，3个花匠一起向爱丽丝深深地鞠了一躬。爱丽丝紧张地问：“哦，你们好，你能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花染成红色呢？”老五和老七看着老二，想要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老二小声地说：“哦，尊敬的小姐，我们种错了花，把红玫瑰种成了白玫瑰。要是王后发现了，我们可都要砍头啊！所以我们要赶在王后驾临之前把这些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东张西望的老虎突然喊了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王后来了，王后来了！”3个花匠急忙跪下，深深地低着头。这时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听上去来了不少人。爱丽丝好奇极了，她很想见见这位王后。最前面的是10个扛着梅花棍子的士兵，他们长得跟花匠一样，身体是扁扁的长方形，手和脚长在4个角上。他们的衣服就像扑克牌里的梅花。后面是10个大臣，他们用方片做装饰，与那10个士兵一样，也是2个2个并排着走。再后面是小王子和小公主们，也是10个，他们也是2个2个的，手拉着手，蹦蹦跳跳地走着。他们的衣服上面都是红桃花纹。再往后就是客人们啦，各个国家的国王们和王后们。在他们中间，爱丽丝看到了那只兔子，它正忙着跟别人聊天，虽然有点紧张，可还是对每个人都笑着。兔子从爱丽丝身边走过去，并
没有看到他。再往后就是武士红桃杰克，他手里捧着国王的王冠。在大队伍的最后，就是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了。爱丽丝有点不知所措，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跟花匠一样，脸朝下趴在地上。她不知道有这种规矩。她还想着，要是人们都脸朝下趴着，那还怎么看得到这队伍呢？大家都看不到的话，那这队伍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队列来到了爱丽丝的前面，大家都停了下来，看着她。王后严厉地问：“这个小女孩是谁？”她是问红桃杰克的，可红桃杰克并没有回答，只是不停地鞠躬和微笑。王后不耐烦地摇摇头说：“真是个白痴。”她转过身来问爱丽丝：“小女孩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爱丽丝礼貌又害怕地回答道：“尊敬的陛下，我叫爱丽丝。”爱丽丝心想：“他们只不过是一副纸牌而已，我根本用不着害怕他们。”王后又指着3个花匠问：“这3个人又是谁呢？”那3个花匠脸朝下趴在玫瑰旁，后背的衣服花纹跟队伍里的一样，王后看不出他们是什么身份。“这我可不知道，不关我的事儿。”爱丽丝大声地回答着，她为自己的大胆感到惊讶。王后没想到会有人顶撞她，简直气坏了，脸涨得通红，狠狠地瞪着爱丽丝，大声吼道：“快来人呐！把这个无礼的家伙抓起来，砍了他的头！”爱丽丝一点儿也不害怕地大声说：“胡说！”王后突然被这话吓了一跳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国王挽着王后的胳膊，小声安慰道：“哦，亲爱的，冷静点儿，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儿。”王后还是很生气，她指着趴在地上的花匠，对红桃杰克说：“把他们给我翻过来。”红桃杰克把3个花匠翻了过来。“站起来！”王后大声吼道。3个花匠马上跳了起来，向国王、王后、王子和每个人鞠躬。王后又吼道：“停下来，别鞠躬了，都快要把我的头弄晕了。”说完，她转向那颗玫瑰，问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老二跪下一条腿，恭敬地回答道：“尊敬的陛下，我们正准备……”王后看了一眼身边的玫瑰花，马上就明白了：“我知道了，该死的，砍了他们的头！”队伍继续向前走去，留下3个士兵来处决那3个可怜的花匠。3个花匠急忙跑来让爱丽丝帮忙。“你们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们没有头的。”说完，爱丽丝把它们藏到了一个大花盆里。哈哈，能装下3个花匠的花盆，那一定很大吧？小朋友们，这3个花匠能够躲过士兵的搜查吗？还会不会被砍头呢？你们猜一猜。还有，小爱丽丝真的太勇敢了，你们要向她学习哦，做一个勇敢助人的孩子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小朋友们，咱们下期见。